这个靓丽的新娘刚刚结束酒席，酩酊大醉的小两口纷纷倒在了床上。新郎抱得美人归是兴奋不已，可奇怪的是，新娘却一直很排斥新郎。一夜过后，更是想报警告新郎。原来两人的结合竟跟一纸荒唐的协议有关。女人名叫梅心洁，是公司里公认的大美女，身边不乏追求者。公子哥唐强对其也暗藏爱慕之意，可梅心洁却悄悄跟一穷二白的同事汪海波谈起了恋爱。汪海波一心想出人头地，这天他突然兴奋地告诉梅心洁，说两人就要当老板了，有个包赚钱的项目被他找到了。为了这个项目，汪海波还说服梅心洁将给结婚准备的钱拿了出来。但这些还远不够创业，汪海波便找到了好友唐强求助。原来汪海波和女友梅心洁以及唐强同在唐强三叔的公司做事。汪海波原以为以唐强的身份借点钱很轻松，怎料唐强根本没什么家底。唐强的三叔虽然是公司的老板，可他对唐强却是恨铁不成钢。原来唐强生性懒惰，成天吊儿郎当，曾2次找他三叔借钱创业，但均被拒绝。唐强不服气，便提到了三叔的儿子唐军。唐军结婚，你不一下给了50万的礼金吗？行，你要能领回像样的媳妇来，让我和你爹省心，我也给你50万。唐强自己想借钱都碰了一鼻子灰，帮汪海波借钱显然是难上加难。可汪海波闻言却并不死心，还将自己拿老婆本出来创业的事说了出来。唐强知道后顿时惊诧不已，马上提醒汪海波，公司里惦记梅心洁的大有人在，汪海波如果不盯紧点，很可能会被人截胡。然而此时的汪海波一心想的都是赚钱的项目，他怎样都料不到女友已经被自己的好兄弟先惦记上了。晚上正在神游的唐强回想起三叔教训他的话，竟然突发奇想。第二天他就找到汪海波，说借钱的事有眉目了，但需要汪海波帮忙做一件事。在汪海波的疑惑中，唐强将自己三叔的承诺复述了一遍，只要唐强能带个正经的媳妇回去，也会奖励50万礼金。可由于唐强平时的那些女友都是三教九流，根本上不得听唐，所以唐强想让汪海波帮忙借女友梅心洁假扮他的媳妇，到时候50万一到手，两人创业资金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汪海波听完唐强的计划后，第一时间表示不同意，可当他看到唐强拿出定金的时候，却瞬间动摇了。兄弟，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，况且我这还没让你生孩子，就让你女朋友在哥家人面前走一下过场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汪海波最终自作主张答应了唐强的要求。女友梅心洁知道后是愤怒不已，可在汪海波的软磨硬泡下，最后还是松口了。那咱们可说好了啊，我只陪他去见长辈，其他的我可不干。梅心洁最终同意了这个荒唐至极的协议，可她万万料不到，这个决定竟会将自己的人生推向深渊地狱。唐强很快向自己的书神谎称梅心洁是自己的女友。由于梅心洁是公司的前台，唐家夫妇对其也算知根知底，都很认可梅心洁的人品，于是便让唐强选个时间，将梅心洁带回家正式见个面。汪海波对这个要求并无异议，可他不知道唐强却打起了歪心思。见家长之前，唐强想带梅心洁逛街买衣服，简单装扮一下。为了让两人演得更像情侣，唐强还禁止汪海波跟随。亲，朋友之妻不可欺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懂。由于之前的协议上有注明梅心洁必须配合唐强，汪海波最终亲手将女友推给了唐强。可没多久，梅心洁却挣扎着从商场跑了出来，唐强想阻拦，却被打了一巴掌。原来唐强竟趁梅心洁试衣服期间对其上下其手。汪海波知道后，第一时间找唐强算账，不料唐强却狡辩称只是帮梅心洁拉了下一脚而已。没想到梅心洁反应那么大，既然要假扮两口子，一点接触都没有，显然太假了。见汪海波犹疑不定，唐强又假装做事让汪海波退钱，他再找人接这个活。汪海波闻言瞬间怂了，煮熟的鸭子他显然不想就这么放飞了。为了拿到唐强的酬金，汪海波竟回去劝说女友尽量配合唐强。心姐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因为我看着你去陪他，我不难受吗？可是咱们这是赚钱呐！你看那些明星，为了拍戏，可以和任何搭档亲热。海波，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不是演员。梅心洁不敢相信男友会说出这样的话，
可此时的汪海波已经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在汪海波的苦苦哀求下，梅新杰最终还是咬牙默认了。可他不知道，这个荒唐的计划已经渐渐脱离了控制。由于唐家长辈对唐强的为人并不信任，于是便临时提出，唐强要先跟梅新杰领证，才能拿到50万礼金。这突来的意外，打得三人一个措手不及，领了证就成了真夫妻了。梅新杰第一个不同意，唐强见状便提出，两人可以先拟一份离婚协议，等领完证拿到钱后，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婚离了。你说的倒轻松，那到时候我要跟海波结婚的话，我不就成二婚了吗？梅新杰还是不同意唐强的建议，在女友的提醒下，汪海波也急忙附和。可当唐强将酬金往上加到10万的时候，汪海波却马上同意了。梅新杰对此事气恨不已，可最终还是无奈顺从了男友的想法。殊不知，一场令他后悔终生的变故正在前方等着他。按照计划，唐强和梅新杰真的领了结婚证。可就在他们以为能就此拿到50万的时候，唐强的三叔却提出要为两人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并在婚礼中亲手将50万礼金交给两口子。梅新杰当即不乐意了，觉得这样大肆操办一下，到时候自己离婚再和男友结婚，就真成二婚了。可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，唐强根本不可能放弃，只能不断求梅新杰。梅新杰担心男友不同意，唐强则支招说酒席会在乡下老家办，只要瞒着汪海波把这关过了，到时候再将钱交给汪海波，这个计划就完满成功了。为了自己的男友，梅新杰在唐强的苦苦哀求中，最终同意办酒席。担心汪海波起疑心，唐强还谎称是父母想看梅新杰，要带回老家见见二老，肯定完璧归赵，到时候这事儿就结束了，你就等着数钱吧啊！此时汪海波的眼神中透露着些许不安，但最终还是看着女友远去。到了老家后，唐强和梅新杰如期举行了婚礼，两人跟真的夫妻一样，穿梭在酒桌间敬酒。唐强终于如愿拿到了50万礼金，狂喜中他带着梅新杰喝得更欢了。等到酒宴结束的时候，两人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而醉酒的唐强这才露出了狐狸尾巴。新杰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你还推？在酒精完全侵蚀大脑前，梅新杰突然想到自己的任务已经结束，想让唐强送自己离开，可最终又醉倒在了床上。不久后，唐强先缓过来了，看着娇艳欲滴的梅新杰就躺在自己身旁，他再也无法把持，不顾梅新杰的反抗，强行侵犯了对方。第二天还向梅新杰保证会对他负责，可梅新杰显然不会同意。你想得美！你把我当什么人呢？你现在就给我滚，否则我马上就报警！看到汪海波出来接梅新杰，唐强吓得立刻开车离开。而在男友的追问下，梅新杰将一切说了出来。知道女友被欺负后，汪海波是怒火中烧。可骂完唐强后，他竟开始怀疑自己的女友，觉得梅新杰和唐强是假戏真做。那天晚上，只要梅新杰大喊大叫几声，唐家人不可能置之不理。况且梅新杰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，显然是自愿的。你无耻！当时我喝了酒，唐强还威胁我说这事要闹大了，咱们谁都没有脸做人。现在你怀疑我，这事情的罪魁祸首是你和唐强，是你们的贪心。男友的质疑让梅新杰痛心不已，带着满腔的憋屈，梅新杰最终离开了汪海波。而回想着唐强找自己做交易的一幕，以及对女友垂涎3尺的样子，汪海波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唐强算计了。心有不甘的汪海波竟拿上刀劫持了毫无防备的唐强，并暴力威胁唐强，给其父亲打电话勒索100万赎金。唐府接完电话，瞬间吓得惊慌失措。他第一时间找弟弟帮忙，得知唐强和梅新杰本该在度蜜月后，唐强的叔叔马上想到梅新杰是否也被绑架了。可此时的梅新杰刚跟男友吵完架不久，准备回自己的老家，没想到却收到了唐强被绑架的消息。梅新杰马上意识到是汪海波干的好事，他当即安抚唐家人别报警，称唐强是跟朋友有矛盾，他可以帮忙解决这个矛盾，并将唐强带回家。确认唐家人暂时不会报警后，梅新杰开始疯狂寻找汪海波，最终从汪海波同事那得知，汪海波突然让其帮忙找了个住处。梅新杰很快根据地址来到了某出租房门口，以防万一，他将手机放在了消防栓中，而唐强确实被汪海波绑在了这里。
梅新杰第一时间劝汪海波收手，绑架勒索这已经触犯了刑法。怎料此时的汪海波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他觉得自己之所以变成如今这般，都是因为梅新杰成天逼他要争气赚钱，为了赚钱才跟唐强签了那份荒唐的租期协议。情绪失控中，汪海波竟将梅新杰也绑了起来，并再次向唐家勒索200万赎金。发现梅新杰的电话也打不通后，唐家人这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立马报了警。由于汪海波的作案手法并不高明，警方很快根据线索将汪海波逮捕归案。面对犯罪事实，汪海波难逃法律的严惩。梅新杰试图告唐强强奸，但这显然是困难重重，因为3人所签的租期协议根本不具法律效力，反而唐强和梅新杰2人的婚姻事实受法律保护。汪海波因为贪念，妄想靠投机取得财富，最终只能是鸡飞蛋打、锒铛入狱的下场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